走不出的局第80与轮回的迷宫。各位来宾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我要和大家探讨一个深刻的话题，我们内心深处那片无尽的迷宫第80，也称为阿赖耶识。这是我们所有生命经验的存储库，它就像一个宇宙级别的硬碟，储存住我们无数世的记忆、感受、想法和经历。我们的意识不断被这些记忆影响，让我们在生活中感受到贪婪、愤怒、愚痴等强烈的情绪，并因此重负住各种行为和选择。第一部分，阿赖耶识无尽的资料库。阿赖耶识真的是一个超级巨大的资料库，它不仅储存住我们这一生的经历，还包含了我们过去无数世的所有记忆。就像一个巨大的舞台，每一个记忆都是一个种子，这些种子成为了舞台上的演员。每当这些种子被激活，他们就会上场表演，带来一场场情感剧，无论是甜蜜的浪漫剧，还是充满冲突的爱恨情仇剧。然而这些记忆和感受并不是静止的，它们不断熏染住我们的意识，让我们产生各种情绪，并驱使我们继续在这个舞台上演出。每当我们沉浸于这些情绪中，我们就会不自觉地种下更多的种子，等待未来再次上演。这样的过程就像是一个无尽的轮回，我们在这个舞台上演出了一场又一场戏，而每一场戏的结束都为下一场戏的开始埋下了伏笔。第二部分，执念与无尽的轮回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会一直被困在这个轮回中呢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心里有太多的执念和遗憾。这些执念就像那些老照片，总是时不时地翻出来看看，让我们无法释怀过去。每当我们回忆起某些人或某些事，我们总会想住，如果当时我能那该多好，或者我真不该那样做。这些念头其实就是那些未放下的种子在发芽，它们在我们的第80里打转，让我们感到不甘心、愤恨或者恋恋不舍。这些情感让我们无法从过去中抽身，反而不断重复住过去的剧情。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发现自己像是在一个无限重播的旧录影带里，按下了重复播放按钮，剧情一遍遍上演，而我们却无法跳出这个回圈，总是在这部无尽的轮回电影里出演住不同的角色，却永远无法改变结局。第三部分，如何打破轮回的枷锁。那么我们该如何打破这个无限回圈呢？答案同样也很简单，放下执念。我们要学会不再被这些过去的种子牵住鼻子走，要试住从中抽身，成为这场轮回大戏的观众，而不是演员。这意味着我们要放下那些遗憾的执念，释放那些深藏在心底的情感包袱。当我们学会放下，这个重复播放的老程式就会被破除。我们会发现，原来这个舞台后面还有另一片更广阔的天地。第四部分，放下执念的实践。放下执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它需要我们具备极大的勇气和智慧。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反思自己的情感和行为，察觉那些让我们执着的事物，然后勇敢地放手。这个过程可能会让我们感到不安，甚至痛苦，但它却是我们摆脱轮回、获得真正自由的必经之路。我们可以通过冥想、反思和修行来帮助自己放下执念。当我们在冥想中静心观察自己的念头时，我们会逐渐发现那些执念的根源，并意识到它们对我们的影响。
我们可以尝试接受它们，然后让它们随风而去，而不是抓住不放。此外，我们还可以通过行善和培养慈悲心来平衡和净化我们的第八识。当我们以善行种下心的种子时，我们的内心会变得更加纯净和平静，过去的执念也会因此而减弱。结论：走出旧局，迎接新生。各位朋友，阿赖耶识尽管是一个巨大的资料库，储存住我们无数的记忆和情感，但它并不是我们的牢笼。我们可以通过放下执念，从这个轮回的迷宫中走出来，迎接一个更自由、更广阔的新天地。当我们学会成为自己内心舞台的观众，而不再是被过去牵住走的演员，我们将发现人生的剧本其实可以由我们自己来改写。我们可以选择不再重复那些让我们痛苦的剧情，而是创造一个全新的未来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从内心的迷宫中觉醒，走出旧时光的局限，迎接新生的光明。谢谢大家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来欣赏一首音乐老猫的歌曲《走不出的局》第八识与轮回的迷宫。每个念头正中击，在心中记着，请让着我不断重复这时光。走不出的局，困在轮回里，记忆如潮潮水，将我淹没在过去。放不下执念，灵魂被束缚，渴望挣脱，迎接自由的幸福。旧时光照片总在脑海浮现，遗憾的瞬间让我心碎留恋。若当时能改变，是否会不同？这场戏中演让我无法放手梦，走不出的局，困在轮回里，记忆如潮潮水，将我淹没在过去。放不下执念，灵魂被束缚，渴望挣脱，迎接自由的幸福。旧时光照片总在脑海浮现，遗憾的瞬间让我心碎留恋。若当时能改变，是否会不同？这场戏重演，让我无法放手。勇敢面对过去，放下心的重担，成为这场戏的观众，不再讨饭。当我学会放手，旋律将停下，迎来新日出在自由天空下。走不出的局，困在轮回里，记忆如潮潮水，将我淹没在过去。放不下执念，灵魂被束缚，渴望挣脱，迎接自由的幸福。走不出的局，终于学会放手，迎接新开始，让光明来拥有。放下过去重担，灵魂别轻易，在新生的路上展翅高飞行。非常感谢您的观赏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开启好运四重奏，点赞、分享、订阅以及开启提醒小铃铛。感谢您的观赏，我们下次再见。